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302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来自 UA 的库里11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从库里8代开始，库里的签名鞋好像就少了点意思，或者说安德玛这一个品牌的篮球鞋好像都没有以前有趣了。虽然之前的1到7代当中的部分鞋款可能在实战方面并不是那么的优秀，但是起码每一双鞋都有每一双鞋各自不同的味道、不同的特色。但是在使用了 Flow 这一项科技之后，基本上每一双鞋的体验都差别不会太大。去年我就没有测库里10，中间过了1年，我想着这都隔代了，这一代得有比较大的变化了吧。但是在我穿着打了几场球之后，我发现我想多了，这双鞋跟其他搭载 Flow 的篮球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跟2年前的库里9相比，好像没有什么提升嘛。感觉现在库里这个系列跟亚瑟士的 Geo Hoop 走着完全相同的一条道路，两代之间看着区别不小，但是穿着可以说得上是一模一样。在穿着体验方面，每一代的差别都不大，但是有一说一啊，对于偏外线打法的球员来说，库里的签名鞋依旧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Flow 这一项科技有2大优点，第一点就是重量，取消掉了传统的橡胶外底之后，球鞋的重量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这一次的库里11单支42.5码做到了350克以内，占344克左右，重量非常轻质，而且它的整体重量布局做的也非常合理，穿在脚上球鞋的存在感非常低，体感重量确实非常的出众。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宽度适中，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还是挺广的，微宽的脚型也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但是大宽脚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吃力，建议还是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是不是要购买。鞋身一共使用了5对鞋带孔，并且前面4对都是动态鞋带孔，拉紧鞋带之后，球鞋前中段的包裹非常出色，即使是窄脚、薄脚背的兄弟，也可以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但是因为 Flow 这一项科技的第2大优点就是它极致的抓地力，这个优点可以算得上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确实非常好，对于运动表现的提升非常的明显，但是有时候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缺点，它极致的抓地力导致了它在动态锁定方面的老问题，在这一双鞋身上依旧存在。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它的抓地力可以说得上是无与伦比的，也就是因为它稍显变态的抓地，当你在做一些急停动作的时候，它依旧还是会出现一定的顶角质情况。不过这一次库里11的顶角质情况非常的轻微，对于实战可以说是毫无影响，但是我觉得大家仍旧有必要了解一下，好吧？它的鞋面除了略微有一点点顶角质的问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后跟的锁定。球鞋的鞋帮开口做的偏大，大家也都知道，库里打球一般都是佩戴护踝的，这可能是更多的为了库里本人而去考虑的一个设计，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平时连打脚都懒得去打的人来说，他在脚踝处的锁定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在做一些变向或者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后跟处的鞋面没有办法很好的包裹住你的脚踝，在做动作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有些没底，没有那么放心。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出色，我并不推荐你们去购买这个鞋款，而且它极致的抓地力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你的脚踝力量以及下肢力量的考验也是比较大的，你需要有比较不错的脚踝以及下肢力量才可以很好的去驾驭它。我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还是考虑清楚，尽量量力而行。除了这2个缺点之外，它的鞋面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还不错，包裹舒适，强度足够，透气性也没有什么问题。而在中底和大底这2个方面，我是真的不想再说了。虽然这一代号称使用了双密度的 Flow， 但是在体感上好像跟其他几代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还有人说它的耐磨水平也有了明显的上升，反正我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感知啊。打了几次室内木地板，磨损还是挺明显的。但凡是会考虑到耐磨这一项的兄弟，就不要去考虑这个鞋款了，好吧？这一双鞋身上搭载的 Flow 跟之前几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中底过渡出色，强度也足够，场地感、反应性都很棒，再加上它出色的抓地表现，在突破以及跑动时的感觉都非常
常的爽。不过缓震比较一般，大体重球员或者是对缓震有一定要求的兄弟都不要去选择这一个鞋款。整体的抗扭表现非常棒，完全可以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在抓地方面依旧是两极分化严重，在干净的场地上，它的抓地可以说是非常变态的，在变向的时候脚底下不会有任何一丝的滑动，但是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它的抓地力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场地条件并不是很好，这一双鞋可能也并不是特别适合你。稳定性以及灵活性方面，它的表现依旧非常出色，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宽大的大底，再加上大底弧形的造型以及超低帮的设计，不管是灵活性还是稳定性都没有问题。这一点跟之前几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依旧是一双非常酷里的篮球鞋。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库里11虽然跟之前几代相比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提升，但是对于小体重后卫来说，它依旧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轻质的重量，出色的灵活性，拔群的场地感和反应性，并且它的整体强度也绝对能够应对高强度的实战。最主要的是，它在干净木地板上面所能提供给你的极致抓地，很少有别的鞋款能出其右。它的那种抓地真的可以配得上变态二字。当然，不耐磨也依旧是它最大的缺陷。用了 Flow， 它就注定没有办法用来打外场。希望明年的库里12可以推出2个版本，一个 Flow 版本，一个传统橡胶大底的版本。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库里粉丝都非常想要购买它的签名鞋，但是它糟糕的耐用性会把很多潜在的消费者拦在门外。而2个版本的签名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解决方式。毕竟现在有不少品牌一个鞋款得出不止2个版本呢，可能3个、4个或者更多。那你觉得呢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洋球鞋，亚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